嗨，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是这个大木偶。好，那无独有偶，自从呢到丽泽地区落脚以来，那我们有了一些机会呢，我们每年都参加这个元宵节的招安，所以开始去认识了一些像这边大兴安的一些传统。那大家知道，在台湾的庙会节庆常常会有这个阵头的绕境游行，好像舞龙舞狮啊，好，或是八家将啊。那在宜兰地区非常盛行的一种形式，就是大兴安的绕境祈福。好，那我们会看到像城隍爷出巡的时候，可能会有文武判官呐、牛马将军呐、那或者是这个七爷八爷好随护在侧，他们摆荡的这个双手非常的威武，好，或是大家熟悉妈祖身边的这个千里眼，还有顺风耳。我们在研究大兴安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间很特别的庙宇。那一般我们庙里面供奉的神明，好，都是神像，然后它的左右护法才是大兴安啊。那这一间庙宇非常特别哦，它供奉的主神明本身就是一尊大兴安，我们一起去瞧一瞧。因为当初会种这个大兴安吼，就是因为当初我是伫七爷八爷会吼，咧罗东城隍庙，遐做我伫遐做总干事。因为我的囡仔吼，嘛真爱这个大兴安。我本身我对这个文化本身我真兴趣。所以倒来咱真是，而且透过这个囡仔提起来，再一直做起来。我是讲啊，遮济尊，你总爱甲传一个为数而大嘛。啊无后摆甲咱这代母辈，咱若甲起一间庙起来好大，后摆世世代代永永，这个文化就袂叫。我这想是安尼。那在我们丽泽地区也有一间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就是永安宫。好，永安宫每年元宵节的都会有盛大的庆典招安的活动。好，每年新年的时候，我们的妈祖呢会出巡五节乡的这个八大庄。那元宵节这一天，所有大小庙宇的轿子呢也会回到我们永安宫前，一起有一个最盛大的庆典活动。那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扛着轿子的队伍呢，在我们丽泽老街上来回的这个竞赛赛跑哈，表示看看哪一组最虔诚。那后来呢，我们也演变成在乡公所地方上的促成，也有一些扛轿子竞赛赛跑的活动，好，或者是说安矮某的趣味的一个竞赛，然后以及后来也有创意招安的活动，让我们民间团体可以组队来参加。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看到妈妈热舞社啊，小朋友的鼓队啊，好，这一些很各式各样的队伍一起来共襄盛举。无独有偶是在2013年决定搬迁到丽泽的时候，开始参与了招安的活动。那前2年呢，我们的偶戏村都还在整建的工程期，所以我们是用过去所制作的戏码里面的偶来参与哦。不过这3年呢，招安已经变成无独有偶每一年很重要的计划。我们都会办这个工作坊，好，邀请民众一起来创意激荡，然后看看每一年可以展现什么新的创意，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好，往年都是社会人士来参与，我们今年在五节乡公所的支持下呢，我们就邀请了邻近的国中生，好，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制作工作坊。好，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以南洋生态乐园为主题的这个创作。那我们就选取了宜兰地区很具代表性的动植物来作为我们创作的这个发想。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五节国中学生来制作的爆橘子的青蛙。好，那这种橙腹树蛙呢，它肚子是橘色的，是一种非常珍贵稀有的蛙类，在福山植物园里呢可以看到。那这个大木偶设计的特别之处是它的青蛙腿和操偶者的脚结合，所以它可以来强调腿部的动作。
这个作品是立泽国中所制作的热锅里的螃蟹哦，因为这一个角色是怪方蟹，它是住在龟山岛海底温泉里一种螃蟹，它们可以在充满硫磺矿、强酸的海水里面生存，非常的奇特。那创作者呢，把火山的概念也融入到他们的设计之中，好，造型很抢眼哦。这个是武节国中所制作的风中奇缘。那这一只是每年4月就会随着西南风来到台湾报道的候鸟，好，小燕鸥。它会在我们的海岸啊、河口渔温来栖息，那也是属于很珍贵稀有的保育类。这一组的设计理念是融合风筝的概念，那它跑动时呢，可以让燕鸥呈现出自由飞翔的感觉。这个作品是夏夜花火，创作灵感是来自我们52甲湿地很具特色的植物，叫做穗花棋盘角。它夏天开花的时候呢，一整串就像是放烟火一样，非常的美丽。这个作品难度比较高，因为要将植物拟人化，相对来说比动物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那这是我们的社会组学员呢，他们刚好都是女生，所以他们就将这个角色用女神的概念来塑造，相当的成功。另外呢，我们也邀集了长期合作的创作者以及他们的小孩，好，一起演出一段金旗鸡报喜，来庆贺鸡年的到来。由我们桑可的暑假中的主角戏友们来领军，好，还有母鸡们带着小鸡们奔跑玩耍，那现场的民众也跟着嗨起来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个也就是大木偶它的魅力，好，不管是传统的阵头或者是当代的创作，当大木偶走入人群的时候，总是会让大家感觉到哇，非常的兴奋，所以它也成为节庆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那无独有偶，也希望借由1年又1年的累积呢，让大家感到一次又一次的惊喜。